说到机械式键盘，你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想法是什么？对我来说呢，就是贵，很贵，真的贵。记得我当初开始接触机械键盘的时候，入门客制化键盘的档位大概是在5000块台币左右，并且这价格呢只包含键盘的外壳，不包含轴体跟键帽。到手的时候居然还是半成品，还要你自己组装。而且在早期热插拔还不普遍的时候，基本上每个人都要学会焊接，这导致呢，不管在预算还是技术上都有不低的门槛，会让很多人望之却步。但是时代呢已经完完全全的不同了。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一把键盘，就是一把高 CP 值的客制化套件。除了高贵不贵之外呢，这把键盘也非常适合新手来组装。这把键盘呢就是来自极客元素的 Story 65R3。好，所以话不多说，让我们一起来玩键盘吧。嗨，各位好，我是就是爱讲故事的 Joe，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这部影片。在我手上，在各位眼前的就是这把 Story 65R3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不管在国内国外呢，键盘的名字呢常常是用英文去称呼的。在量产键盘上呢，都会用 ABCD， 然后客制化键盘呢则是喜欢用单字。然后命名方式呢，真的是越来越天马行空。这把键盘呢是非常标准的 65% 配列，在方向区的左方有一个小门牙，然后在上方呢有个名牌，是一个小兔子抱着一个星星。这把键盘呢是一个地包天的结构，并且是全 CNC 加工而成的。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，其实铝合金键盘贵的地方不在于它的材料，而是在于它的加工方式，所以就成本而言，真的是会比较高。这把套件的价格呢，现在是499块人民币，折合台币大概是2500块，这价位应该是现在客制化键盘的底线了。虽然说有些人可能觉得还是很贵，但是考量到它的成本以及工艺，这个价格呢已经是非常有竞争力的。然后键盘表面呢是这种喷涂工艺，并加上一点点闪粉，增加视觉效果，摸起来会有一种颗粒感。个人是比较喜欢这种工艺的。其实这种工艺呢比较不会产生刮伤，造成战损，对我这种大手大脚的人来说是再适合不过的，并且这喷涂呈现出来的效果就是比较温润可爱，刚好配上这可爱的小兔子，我想我女儿应该会非常爱。然后背面呢就是它的配重，虽然说这黑色脚贴有点碍眼，不过它也有附白色脚贴可以进行更换。所以让我小结一下这把套件，它是一把功能齐全、3模 RGB 热插拔的客制化套件。虽然说没有什么额外的设计，不过我个人觉得这种地包天就是自带一种设计感。这配色呢让我想到夏天的芒果剉冰，我觉得是一个兼具品质以及性价比的一个选择。好，安利完这把键盘之后呢，就让我们进入我们的组装教学环节。这边也跟大家说一下，其实组装客制化键盘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复杂，特别是这把 Story 65，组装上也是非常容易的，有手就行。然后开始之前呢，也是要提醒大家，组装键盘要准备些什么东西。首先呢，你要准备机械轴，然后还与键盘配色搭配的键帽，建议大家准备这种组合式的螺丝起子，然后拔轴拔键器也要事先准备，所以万事俱备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组装它吧 ，Go Go！键盘组装的第一步，通常呢我们会先安装电池以及纸板，以及贴上这个防滑脚垫。不过它已经帮你组好了，所以基本上可以直接跳过，是不是非常贴心？可以先看一下我们有哪种东西。这个是呢我们大件的卫星轴，固定在定位板上的。然后这个是无线2.4G 接收器，然后这是螺丝起子以及备用螺丝 ，Gasket 结构的橡胶垫片。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我们内胆零件吧。各式各样的棉可以提升键盘的打字声音跟手感。然后键盘的输入功能就来自于我们的 PCB， 我们的电路板。这是一个热插拔的 PCB， 然后是下灯位的，然后都有单键开槽，可以增加打字时的手感软弹。然后下一个呢，就是我们固定轴体用的这定位板。介绍完之后呢，就让我们一起来组装它吧。首先呢，一般我们要处理的是我们的卫星轴。如果是 PCB 的卫星轴的话，我们就要固定 PCB 上。不过这把键盘原配的是我们的钢板卫星轴，就让我们来安装它吧。就在 Ctrl Shift 的地方装上这卫星轴，主要是看这卡扣的位置跟定位板上的对齐就可以了。装上去，看卡扣的位置。卫星轴装好之后呢，就可以让我们装我们的内胆了。大家看到这么多的棉，这么多的配件，一定会疑惑，究竟要从哪一个开始装呢？由于现在键盘的声音包可说是非常的满，不过装的顺序呢还是大同小异。首先是这个 PET 的声优垫，是有这个开轴孔的塑胶垫，可以按照卫星轴的位置对齐，然后放上去。然后下一个呢，一般放的是轴下垫，是一个薄薄的有开孔的 PE 垫，然后一样按照轴孔的位置放上去。大家可以看一下灯孔的位置都有对齐。再来呢，就是我们这消音的夹心棉，它一格一格都是轴体的位置，就把它放上去。夹心棉放完之后，就是我们的定位板。有没有像做汉堡一样，就是一层一层的叠上去，可以让我们装轴了。然后装轴的时候呢，要确认的事情有2件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让我们看针脚的位置，上灯位还是下灯位。如果是下灯位的话，它2个金属针脚对齐的部分就在上面。然后第二部分呢，确认针脚都是直的，没有弯，确保轴体可以顺利装上去，顺利触发。由于这把键盘 PCB 是下灯位的，所以它针脚是在上方，就让我们以直上直下的方式插入轴体。然后确认一下轴体有没有到位。然后我习惯呢是由4角开始，针脚朝上，然后针脚都是直的，就可以装上去。检查4个角都装完之后，内胆基本上固定完成，可以让我们把所有轴体装上。然后刚刚忘了讲，这次使用轴体呢是来自于马仔外侧的 Y1 轴。
是一个非常平价、提前处理的声优轴，不管是颜值、听感跟手感，我个人觉得都非常好。然后配色呢也是粉嫩可爱的风格，我觉得跟这键盘也是蛮搭的，所以就让我把所有轴体都装上去吧。好，在装轴的时候特别提醒2件事情，就是这把键盘大小写的锁定按键可以配合一般以及阶梯式的，然后它的轴座方向也是相反的。如果是一般的话，针条是朝下的；如果是装阶梯式的话，就转180度靠左，然后朝上，并且呢，就是在组装键盘上盖的时候会通过定位板的这边，旁边轴体就最后再装就行了。那下一部分呢，就是按照我们的 Gatsby 细胶，然后这个是 PCB 的板簧，就直接把这细胶套上去就行了。使用这细胶垫片的目的呢，是防止键盘的共振，以及增加打字时软弹的手感。这个已经是现在键盘主流的结构了。以上键盘内胆就组装完成了，是不是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困难呢？所以下一步呢，就让我们组装进键盘内吧。它是内锁螺丝的设计，拿螺丝起子把它转开，就是要注意不要刮到上盖边缘。取下我们的上盖了，它是名牌，其实是可拆卸式的设计，所以有螺丝在那边固定。不过呢，我女儿喜欢兔子，所以就让留着。因此呢，这个地方就没有按键，所以轴也不用装了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是我们底壳。首先放的第一个是 PET 的绝缘膜，目的呢是防止这个轴座跟底部的金属产生短路，所以就先放这塑胶垫，然后这连接线就拿出来。下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轴座棉，可以看到形状呢跟这轴座是长得很像的，就把它放上去。不过这边也要提醒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其实这把键盘有个小设计上的失误，就是它的排线呢出厂的方向是错误的。跟 PCB 的方向是相反的，所以务必事先确认针脚的方向。像我这把呢，排线就必须转180度，然后就可以连接我们的内胆 PCB， 然后将我们的上盖组合回去，锁上固定螺丝。最后呢，就是把我们剩余的轴体装上去，并且装上我们准备好的键帽。不过呢，也跟大家坦诚，就是我没有为这把键盘特别准备键帽，我只能找手边配色最接近的。好，就让我们来完成这把键盘的组装吧 ，Go Go！好，键盘就这样组装完毕了。当今呢，玩客制化键盘的门槛真的可以说是越来越低了。2500块台币左右的套件，搭配马仔外设的 Y1 轴，以及 PBT 的烟云键帽，实现出来的声音手感就是那种响亮的麻将音。这个声音呢，真的让人非常上瘾。然后我特别喜欢这把键盘的外观，地包天的设计。在开箱那么多平价铝合金键盘之后呢，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，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。虽然说没有什么太特别的设计，不过简单颜色的拼接跟搭配，加上这可爱的小兔子，圆润的外形真的非常可爱。然后键盘外壳的表面跟做工也是非常的优秀，基本上跟以前5、6千块的套件在品质上可说是不相上下。至于跟上万的键盘比较起来呢，其实我也不知道，我也没买过。整体从开箱组装到上手，这上的 R3呢已经解决了大部分的问题。不过也不免俗，还是要说一下它的缺点。首先就是它附赠的这个外壳颜色真的非常的不搭，然后这壳的内部呢味道真的非常臭，有一种化学药剂的味道，赶快拿出去吹风一下。再来就是它内部排线的方向问题，我一开始插的时候就插错了，还把针脚弄歪。当下我还以为我把键盘弄坏了。再来就是这把键盘上有2处瑕疵，第一处呢就是在上盖内部有一些喷涂不到位的地方，不过好在是在内部，键盘组起来也看不到。再来呢就是有一个螺丝，在我用它附赠的6角扳手扭开时居然滑牙了，好在它有附赠备用的螺丝，避免悲剧的产生。最后呢，我觉得设计上有个小遗憾的地方，就在于它这个小兔子的名牌，由于它是可拆卸式的设计，所以无法避免的就是它与上盖之间会有明显的缝隙，这微微的割裂感让我这个有强迫症造成小的不舒服。不过除了这些点之外呢，我对这把键盘真的非常满意。虽然说不完美，但是我仍然可以感受到设计者对这键盘的用心。个人觉得客制化键盘就是所谓的个性化，代表每一个设计者的想法以及人生经历。所以这把键盘 Story 65实实在在说了一个好故事。好，以上就是这部影片所有的内容了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是话有点多的Joe，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